稿是改不出稿来上火，还是稿不够好吧？去网吧？昨天去网吧包了个夜，没有，只玩到了3、4点。现在是凌晨4点钟，你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。最后一把。罪恶又美好，不能再松了，得有度。在开房门门口跟我说：“姐，就打一天游戏，我今天出个大个。”那没办法，总有天才诞生。他说他一定要等到节目录制现场才给我们看。他很满意他这篇稿子。反正我自己挺喜欢，讲就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减七啊，然后，谢谢，我也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，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，学电影，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，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，要看大量的广告。我没有会员，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。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。我当时一听这课，我得好好上。第一节课，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，叫 Digital Video Desk， 简称 DVD。我说你教我这个，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？毕业之后，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？我说我会刻 DVD。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。一年就整的没有用呢，写作业也是，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，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，让我写全称 Adobe Photoshop， 我不会拼啊 Adobe Photoshop， 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，他只在乎修，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。老师让他重修，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，我只在乎电影本身，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，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。我论文写电影的嘛，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，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，再翻译成法语，再翻译回来。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，老师让我查重，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啊。一查60%多，我以为我及格了呢。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，改了2行变70%了。老师说我这也没办法，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，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，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。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，我写电影《喜宴》，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。美丽人生，漂漂亮亮一辈子。沉默的羔羊，小羊崽子不吱声，你说这。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，根本没法看，但是很好夸。同学给你发过去，你也不用看，你就回他4个字：像贾樟柯。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你真懂我啊！”其实他不像贾樟柯，其实他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一个班12个贾樟柯，科班出身。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，只有艺术气质，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！都去懂这个世界了，没有人懂我。我记得我毕业之后，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，
小孩也不懂我，很伤我心啊。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。我说你好好上课啊，小朋友老登。很残酷啊，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，很残酷。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，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，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。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，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。我也是啊，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。保安家族。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。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，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。现实主义长镜头，太文艺了，谁拍的？30天的一镜到底。那演的也自然，警察要不告诉我，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。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，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，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。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，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，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，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。我瞄了一眼啊，我都没看见闪电侠。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，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《封神》，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，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，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：“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！”哎呀，他说的太大声了，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。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？啊？那电影都上架了，让你爸拿下。而且就是很多人呢，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，然后发到朋友圈里。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，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，我又不会剧透什么。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。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，我刷朋友圈，刷到了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。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。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，还不剧透电影。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，你甚至能发明电影。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，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。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，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。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，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，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。这个东西真神啊！只要你是视频，就有澳门新葡京。它不管你什么综艺、电影、高雅低俗，它都有。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《孤注一掷》啊，非常讽刺啊！你播放它是反诈，暂停它就是诈骗了。你播放是荷官发牌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。所以我也无所谓了，我也随便了，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。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，我自己来。澳门新葡京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，100万大奖等你拿！新葡京娱乐城，您的不二之选。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1条广告。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儿，哎，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？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葡京，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。我说我可以隐晦一点讲，我可以简短点，我可以说葡京。他说你快说澳门新葡京吧。好，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林简七的表演，喜欢林简七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投票。太神奇了，就是
他的这个脑回路真的神奇是了，好难理解。因为昨天我们也在节目预热的时候，付航说了一个，对，上一期他上台，他说哔哩哔哩，他读逼了，然后从那一瞬间之后，这个词就没有办法从我大脑里出去了。我就发自内心想忘掉你，忘掉那个词，我忘不掉。他从说完那个词之后，后面他所有讲的我完全都听不见了。真的就是他有这种魔力，他真的是一个神奇选手，完了独一无二，神奇选手，太棒了。谢谢。我觉得零点七真是个很怪的人，就是超怪的你。最后反正讲广告最后一句台词就有一点不是广告，讲那个。杨老师以为这是中插呢，没有。咱们节目的好朋友就是这些，是只有这些，那是咱们背后的好朋友。太坏了。反正就最后那一句腔调的时候，有那种大美女哥哥的状态出来，就是我能想象。因为你说完大美女哥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象你长发的样子。现在不文艺了，不走那个范儿。反正就是很怪他，我就很难点评他。独一无二。谢谢。一上来，那个岳哥就问我这怎么样？我说这我就跟他夸我那特别好。然后从他第一个包袱开始，我说什么这是？但是越往后越引人入胜，欲罢不能。老师让他重修，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。沉默的羔羊，小羊崽子不吱声。你说这？我太喜欢这一段了，好几个包袱我都完全是没有想到。小朋友老登，逼了，这个包袱是从付航嘴里说出来的，都已经住在我脑子里了。真的没办法了，真的没办法。林简七，我记住你了，谢谢。这个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？还是？是艺名。为什么叫简七呢？简单的简。就是高中那时候瞎起的。高中就给自己起艺名了？对，我觉得之后自己应该会有发展。还有都仿照明星起的，那王嘉尔、林简七的都是。不愧是艺术生啊！太棒了，大美女哥哥。上次佩岑姐也是特别喜欢，是的，说这个傻惹人爱啊。我觉得林简熙就是给人家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，大愚若智吧。大智若愚。然后呢，他讲话之后，你会觉得有一点淡淡的忧愁，就是那种你还是有保有那种很文艺青年的感觉。然后我想问你，为什么不当文艺青年了？我都当保安了，我操！我还咋文艺呀我？那你是不是在嘲讽这个世界的过程？我没有想表达的，我想做到的就是爆笑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一期啊，我以后可能会有表达，话别说太满。我记得大林拍在那个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，像呓语。其实不像呓语，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行。我还记得那个包袱，他在电影院里那个把眼睛闭上，听起来就很真实。包括那个30天那个30天长镜头，对，真的不是他那12个假装哥是科班出身，这多缺德你这。哎，认真的问一下，以后还想去干电影吗？有机会就想拍电视剧，因为电影肯定感觉自己是够不上。同时又得罪一下电视剧的，我不怕得罪电视剧导演。为啥呢？反正拍的就那样，我感觉。哎呀，其实很帅，但是我就觉得他有电影人的那个气质。我特别想问你，真的要拍电影，你会想拍什么样的电影？拍喜剧演员的生活吧。电视剧啊，再说一遍是电视剧。我错了，七哥，我错了。你要拍电视剧，我一定会看。我以为我一定会去呢，你一定会看吗？我一定会看，在澳门新葡京上看。您的不二之选。哎，那如果有人花重金就求你拍电影，你会拍什么题材呢？我就不拍。你为啥呀？因为我想拍电视剧，不二之选。
行，下个环节，我服了，真是。导演有导演的执着，哎呀，行了，祝大家的梦想都早日成真吧！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特别相信他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的。我也相信，我觉得他身上有这个力量。对，加油！谢谢林建七的表演。林建七演完，我们这个拼盘最后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也即将诞生，究竟会是谁？请看大屏幕。应该能上190，上得了吗？上得了。192，谢谢194是吧？他应该195。195。恭喜林建七，195票直接晋级，请前往晋级区。咋这么厉害呢？林建七就是，就是百年难遇，就是奇葩中的奇葩，上面开了一朵小狗尾巴花。想拍一个20分钟的像美剧那样的小短剧。你自由发挥。我有那么大导演吗？啊，让演员自由发挥。王家卫。对，就是农业全年的手续。太惊叹了，这就是我想表达的。太有意思了，这个